我被推下墙，城墙下是无尽的黑暗深渊，高墙之上，相恋5年的未婚夫正亲昵地陪着我亡兄托付的嫂嫂。别怪我狠心。未婚夫把玩着本该属于我的玉坠，踩着利用玉坠里面的空间建立起的末世基地，宣判了我的死刑。如果不是你把这玉坠送给我，我也建不成这座基地。为了感谢你，我们会好好活下去的。临死前，我眼睛充血，满怀恨意地盯着他们。下一秒，无数双腐烂的手臂将我生生拽入黑暗。然而，当我再次睁眼，未婚夫正坐在我对面，伸出手。那块玉坠送给我当个护身符呗。我死死攥住玉坠，笑了。听完你发什么愣呢？一道男声将我猛地拉回现实。我环顾四周，发现我正坐在咖啡厅。我竟然重生回到了我和未婚夫顾泽宇交换家族信物那天。距离那场改变全人类命运的丧尸病毒爆发还有整整3个月。前世丧尸围城，顾泽宇靠着我给他的玉坠觉醒出的空间建立了星火基地，当上首领，却只带走了2个人。一个是他大哥留下的儿子顾小宝，一个是他的寡嫂苏婉。对我这个把保命底牌双手奉上的人，他说：婉婉，小宝还小，婉儿身体不好，你等等我，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就过来接你。我答应了。在丧尸堆里苟延残喘的3年，等来的却是他公开和苏婉私情的消息。我不可置信地找到基地大闹，现在却被推下去。最后的记忆，我听到了丧尸的嘶吼和苏婉得意的嘲笑。我们一家3口好不容易团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绝不允许你来搞破坏。被丧尸活活撕咬致死后，再睁眼，我重生了。怎么满头大汗呢？顾泽宇伸手想来碰我的额头，目光却落在我脖梗处的红绳上。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把玉坠送给我，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前世我信了他的邪，将玉坠双手奉上，结果成了他末世里称王称霸的资本。现在想想，没有我的空间，顾泽宇不过是个街头小混混。我将玉坠收回手中，冷冷说：这玉坠还是留在我身上吧。顾泽宇面色一变，嚷嚷：不给就不给。出了商场，我攥紧掌心。前世顾泽宇当上基地首领后，我在外面苦苦挣扎3年，等来的是他狠心将我推入丧尸群的下场。这一世，我要自己建立绝对的避难所。顾泽宇、苏婉、顾小宝，一个一个都要付出代价。回到沈家那栋占地广阔的半山别墅，我立刻反锁了卧室的门，扯下脖子上的玉坠。我快步走到书桌旁，拿起裁纸刀，在食指上划了一道口子，嫣红的鲜血滴落在羊脂白玉上。刹那间，玉坠爆发出一阵柔和的白光，化作一道流光钻入我的眉心。眼前一花，我的意识进入了一个极其广袤的空间。这就是顾泽宇前世仗之横行末世的资本吗？我喃喃自语，这里的空间极大，高度更是望不到顶。最关键的是，这里的时间是静止的，放进去一碗热汤，1年后拿出来依然烫嘴，放进去一块鲜肉，10年后拿出来依旧新鲜。而在空间的正中央，还有一口方圆2米左右的泉水，正往外冒着丝丝白气。灵泉。我回想起前世在基地做苦力时听到的小道消息，顾泽宇就是靠着每天喝1滴这泉水，力大无穷，甚至能免疫低阶丧尸的轻微抓伤。我立刻上前捧起泉水大口喝下，泉水清冽甘甜，入喉的瞬间化作一股暖流席卷全身。我能感觉到肌肉在重组，视野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甚至连原本疲惫的身体都彻底放松下来。这等神物，这辈子绝不会再落入那个畜生手里。我睁开眼，退出了空间，洗了个澡，冲去身上排出的一层淡淡的灰色污垢。我感觉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打3个成年壮汉都不成问题。就在我准备下楼时，经过2楼走廊，我被灵泉强化后的听觉捕捉到了一阵令人作呕的喘息声。别墅里除了我，只有暂时寄住在这里的寡嫂苏婉，以及他那个5岁的儿子顾小宝。我哥哥3年前车祸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和这个嫂嫂，我不仅没有亏待他，反而供他吃穿住行，把他当亲人一样对待。听到脚步声，苏婉一脸慵懒地打开门，看见是我，立刻换上一副弱不禁风的姿态。婉婉回来啦，我有些低血糖，你快点去厨房给我炖碗血燕吧。张主任说我需要多休息。他理所应当地吩咐着，像使唤免费保姆一样。前世只要他开口，我必然马不停蹄地去做。我没搭理他，倒了杯水就要回卧室。经过浴室时，里面传来哗啦啦的水声，还有男人压低的笑声。我脚步一顿，悄无声息地贴在门边，透过半掩的门缝，我清晰地看到顾泽宇倚在浴缸边缘，苏婉整个人贴在他身上，两人姿态暧昧。泽宇，你快点洗，等下婉婉要是上来了怎么办？他还在下面给我炖燕窝呢，真是个蠢货。怕什么？等我把他名下的股份骗到手。顾泽宇冷酷的声音清晰地录进了我的手机里。我们就制造点意外，把他处理掉，到时候他那几栋别墅和资产全是我们的。那你要对我和小宝好一点，小宝可是你的亲儿子。放心吧，我的好嫂子。我的手被青筋抱起，但眼神却冷如死水。原来如此，原来不仅是末世抛弃我，他们早就计划着要在和平年代把我弄死。我走到走廊尽头的智能中控台，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直接把浴室的水温调到了0度。啊，怎么回事？水怎么冰了？浴室里传来苏婉的尖叫，随后门被猛地拉开，顾泽宇和苏婉两人浑身打颤，
狼狈地冲出来，冻得瑟瑟发抖。哎呀，我以为进贼了，顺手开了安防系统的极限模式。我靠在走廊墙壁上，冷漠地看着他们。原来是未婚夫和嫂嫂在洗冷水澡啊，真是好兴致。苏婉脸色煞白，做贼心虚的她连身体的哆嗦都忘了掩饰，眼神慌乱地看向顾泽宇。就在这时，旁边的儿童房门开了，5岁的顾小宝冲了出来，看到苏婉狼狈的样子，像个小牛犊一样朝我撞过来。坏女人，你敢欺负我妈妈！面对冲过来的顾小宝，我没有后退，只是在最后半秒钟侧身一让，顾小宝用力过猛，直接摔倒，撕心裂肺的嚎哭起来。天啊！苏婉尖叫着抱住他。沈庭婉，你故意的，你到底在发什么疯？我说了，以为进贼了。我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既然你们在忙着照顾侄子，雪雁我就不炖了。我最近公司有几个大项目要跟进，今晚搬去市中心的公寓住，没事别联系我。说完，我直接下楼，越过地上哀嚎的顾小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栋别墅。坐进车里，我锁死车门，距离丧尸病毒全面爆发还有整整3个月，我要利用这段时间打造一个真正的避难所。我雷厉风行地拨通了律师和公司财务的电话。帮我拟定委托书，我要卖掉名下所有房产和股份，价格可以低一些，但我要求全款1周内完成交易。电话那头的律师惊呆了。沈总，您这是要做什么？现在正是行情最好的时候。不用多问，照做就是。我冷声挂断了电话。在这个即将崩坏的世界，纸币很快就会变成废纸，只有物资和坚固的堡垒才是唯一的保障。处理完资产套现的第一步，我打开了手机银行，我查了一下苏婉名下的那张附属信用卡。这几年，他借着我哥的一双名义，每个月至少刷掉我几百万，买名牌包，做顶级医美。就在刚刚，系统提示他正在市中心最奢华的维多利亚医疗美容中心消费。我冷笑一声，直接拨通了银行的高级 VIP 客服电话。冻结尾号4587的信用卡，立即执行。半小时后，市中心美容院，脸上还敷着面膜的苏婉，在结账时遭遇了此生最大的尴尬。对不起，苏女士，您的卡显示被冻结了，无法支付这88万的账单。前台经理虽然保持着微笑，但眼神里已经多了一丝审视。怎么可能？这可是沈家大小姐给我的副卡，额度没有上限。苏婉气急败坏地拨打我的电话，然而传来的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最后，苏婉被迫抵押了手腕上价值100万的卡地亚镶钻手镯，才狼狈不堪地从美容院逃了出来。当天晚上，苏婉回家找不到我人，大发雷霆。听婉，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为什么停我的卡？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外面丢了多大的人？苏婉红着眼眶，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企图用道德绑架我。你哥才走3年，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孤儿寡母的吗？我听着他发来的无能狂怒的语音，笑着点开了拉黑。1周之内，所有资产顺利出手，我的账户里躺着整整35亿现金。拿着这笔巨款，我开始了疯狂的采购。我包下私人飞机，飞往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在东北的粮仓，我找到当地最大的粮食加工厂。你们仓库里所有的大米、面粉、玉米面，我全包了，加价2成，只要今晚能送到我指定的仓库。老板们以为遇到了财神爷，乐开了花。当晚，数百辆重卡将如山的粮食运到郊区仓库。等所有人走后，我走进仓库，心念一动，几万吨的粮食瞬间被吸入空间，整整齐齐地码放起来。这些粮食足够上万人吃很多年。我又飞往沿海港口，包下几个屠宰场的全部产量，成吨的猪肉、羊肉、牛肉，还有整车的活鱼活虾，被我源源不断地收入空间。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这些肉拿出来时，甚至还带着新鲜的血色。接着是日用品，我采购了数万套防寒服、军靴、羽绒被，还有成箱的卫生纸、消毒液、净水片。这些东西在末世里比黄金还珍贵。最重要的一环是药品，我通过渠道联系上几家大型药企，豪掷数亿买空了他们的库存，从感冒药、退烧药到抗生素、止血绷带，还有手术器械和便携式医疗设备，全部被我收入囊中。短短半个月，我的空间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座小山。但我知道这还不够，物资再多，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和使用，在末世依然是别人的活靶子。我要建一座坚固的地下堡垒。我外公早年承包过市郊深山里的一座废弃矿山，下面有一个防空洞，那地方地质结构稳定，入口隐蔽，绝对是打造避难所的绝佳地点。我聘请了专业的工程团队，要求只有一个月内按照最高标准改造防空洞。厚重的防爆门替换了生锈的铁门，地下接入供暖系统，3套独立的新风循环，遍布山体的监控探头和高压电网。在金钱的推动下，这座位于地底50米的堡垒如期完工。堡垒内部被我装修的舒适温馨，柔软的地毯，大屏幕电视，恒温泳池，一应俱全。监控系统覆盖了方圆5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一切准备就绪。距离末世降临还有最后3天，我回到了那座即将被我抛弃的半山别墅，正准备收拾最后的私人物品离开，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我猛地睁眼，是煤气的味道。前世直到丧尸末世，他们也没谋杀我，今生竟因为我不再听话，他们直接动手了。我冲到门口，用力推门，门从外面被死死反锁了。开门。外面没有动静，刺鼻的气体顺着通风口疯狂涌进来。
我咳嗽不止，却只能听见门外苏婉小声的抽泣和顾泽宇低沉的安慰声。别怕，等他被毒死，这就算是抑郁自杀，遗产都是我们的。好在被灵泉水强化过的身体素质强悍，我深吸一口气，后退2步，举起椅子猛砸落地窗，1下、2下、3下，咔嚓，钢化玻璃碎裂。我大口喘息着翻出窗外，我从空间里拿出一把破窗锤，走到2楼阳台，砸碎玻璃后，我从空间里取出一包鸡血，洒在地板上和窗沿边，伪造出恐慌逃生的痕迹。我抓着阳台边缘，轻松跃到楼下草坪，随后拨通了报警电话。我要报警，有人在我卧室放煤气，门被反锁了，是我未婚夫和我嫂子。5分钟后，警笛声划破了夜空。警察破门而入时，顾泽宇和苏婉还在梦乡里。当他们看到现场时，2人的脸色瞬间惨白。不，警察同志，这是误会。顾泽宇声嘶力竭地狡辩。是不是误会？回局里再说吧。涉嫌故意杀人，带走。我站在救护车旁，冷冷地看着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他们当然不会被判死刑，但我联系好了律师，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以涉嫌谋杀与诈骗的名义冻结他们名下所有资金。这也就意味着末世爆发前最宝贵的这3天，他们将在审讯室里度过，失去购买哪怕一瓶矿泉水的机会。3天后，当他们被保释出来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彻底沦为地狱的世界。我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隐隐泛起的一抹诡异暗红，转身坐进了改装过的越野车里。倒计时最后10个小时，我驾驶着那辆经过重度越野改装的黑色皮卡，沿着盘山公路驶入了郊区那座废弃矿山的隐蔽隧道。穿过悠长的隧道，在尽头的岩壁前，3道厚重的防爆大门静静地矗立着。随着虹膜扫描与指纹验证通过，液压气阀发出沉闷的嘶嘶声，这道将我和外界彻底隔绝的大门向我缓缓敞开。当皮卡驶入地下车库，最后一道防爆门在我身后重重锁死。直到这一刻，我紧绷了整整3个月的神经才终于彻底放松下来。这是我用全部家产吸取了前世的血泪教训，硬生生在地底50米砸出来的生存堡垒。乘坐电梯直降生活区，扑面而来的是恒温24度，经过新风系统过滤后的干爽空气。我径直走向监控室，监控大屏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壁，屏幕被分割成几百个小画面，不仅有堡垒外方圆10公里的隐蔽监控，我还提前接入了江城市区的市政天网系统。我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椅子里，目光扫过屏幕，此刻的江城夜幕初降，依然是那么繁华喧闹。下班的白领们在地铁口步履匆匆，街边的烧烤摊支起了棚子，香气仿佛能穿透屏幕。广场上，大妈们正在跳着广场舞，时间定格在2045年11月18日晚上8点整。天空中那轮原本皎洁的明月，不知何时悄然蒙上了一层极其诡异的暗红色。灾难爆发了！我死死盯着市中心广场的一个监控画面，一个年轻外卖员突然痛苦地丢掉了手里的保温箱，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他在平整的地砖上痛苦地翻滚抽搐，原本健康的肤色在短短10几秒内迅速褪去血色，暴突的静脉变成了可怖的紫黑色。你怎么了？喂，大家帮帮忙，快打120啊！一个女生吓坏了，蹲下身试图去搀扶她，周围的几个路人也围了上来。然而下一秒，那个外卖员停止了抽搐，他以一种违背了人体常理的扭曲姿势，猛地从地上弹射而起。他的双眼已经没有了瞳孔和眼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浑浊的死灰。原本整齐的牙齿暴突出来，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他不再是人类了。他猛地扑向蹲在面前的女生，将她扑倒在地。女孩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完整的一声，便没了动静。啊！救命啊！疯了！快跑！周围的人群在呆滞了不到2秒钟后，爆发出掀翻天际的惊恐尖叫，人群像炸开的锅一样疯狂四散逃窜，而这仅仅只是无数惨剧中的一个缩影。市政天网的屏幕上，上百个画面同时上演着同样的场景。十字路口，正在等红灯的出租车司机突然异变，一脚油门踩到底，车辆如同失控的保龄球撞入人群，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只要有一个人发生变异，在密闭的空间内，整个车厢瞬间变成了无法逃脱的牢笼。被咬死的人，只要大脑没有被破坏，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会重新站起来，加入这场对活人的围猎。我放下酒杯，转身走进厨房。今晚的夜宵，我决定吃一顿海鲜大餐。从空间里取出鲜活的澳洲龙虾、三文鱼和几只生蚝。空间里的时间是绝对静止的。这些海鲜拿出来时，甚至还在活蹦乱跳。与此同时，江城市中心警察局门外，滚！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这种报假警的社会残渣。2名值班民警满脸厌恶，连推带搡的将顾泽宇和苏婉赶出了大门。顾泽宇身上还穿着3天前那套早就发酸的衣服，头发油腻的贴在头皮上。苏婉则穿着一身单薄的套裙，妆容因为哭泣早就花成了调色盘。她怀里紧紧抱着5岁的小宝，小宝正在哭闹。大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关上，随之而来的是江城夜晚温和的凉风。妈妈，我饿，我要吃炸鸡，我要回家。顾小宝在苏婉怀里扭动着，大声哭嚎。苏婉烦躁地拍了小宝一巴掌，转头对着顾泽宇破口大骂：顾泽宇，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现在好了，钱没搞到手，
老娘在拘留所里吃了2天的白菜帮子，现在我的卡全被沈庭婉那个小贱人停了，我们连打车回半山别墅的钱都没有，你说现在怎么办？顾泽宇本就一肚子邪火，被苏婉一骂，顿时青筋暴起，一脚踹在路边的垃圾桶上。你给老子闭嘴！你以为我想吗？谁知道沈庭婉那个疯女人哪根筋搭错了，突然变卖了所有家产还报了警。顾泽宇咬牙切齿，面容扭曲得像个恶鬼，他就是想看我们出洋相。等明天天亮，我去找我的律师朋友借点钱，非要把沈氏集团的股份全弄到手，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我。这对直到此刻还在做着侵吞家产美梦的寄生虫，根本不知道在他们被关押的这2天里，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骂骂咧咧地顺着街道往外走，企图先找个还在营业的便利店赊账买点水和吃的。然而当他们转过警察局所在的那条偏僻街道，来到平时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时，眼前的景象让2人瞬间如遭雷击。曾经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此刻变成了一片死寂，10几辆汽车连环相撞，有的甚至4脚朝天的翻在路边，车头还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但最可怕的不是车祸，而是地上的横七竖八一动不动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焦糊味。远处的公交车站旁，几个浑身是血的人影正背对着他们，趴在地上，他们的姿势极其诡异，像是被什么力量扭曲过。这是怎么回事？拍电影吗？苏婉的声音颤抖得不像人类。突然，一个人影停止了咀嚼，僵硬地扭过头来。月光下，那张脸苏婉认识，是附近便利店的老王。平时总是笑眯眯地跟人打招呼，但现在他的眼睛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白，嘴角挂着不明液体，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苏婉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发出了一声直冲云霄的凄厉惨叫。这声尖叫在这死寂的街头格外刺耳。那几个人影瞬间停止了所有动作，齐刷刷地转过头来。下一秒，他们以一种扭曲姿势朝着顾泽宇和苏婉冲来。怪物，跑，快跑啊！顾泽宇连滚带爬地站起来，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苏婉，头也不回地朝路边一栋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入口狂奔而去。顾泽宇，你个王八蛋，你等等我和小宝！苏婉穿着高跟鞋，被顾泽宇一推，重重地摔在满是血水的柏油马路上，膝盖和手掌瞬间擦掉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但他根本顾不上疼，那些东西的低吼声已经近在咫尺。他死死拖着哭嚎的顾小宝，疯了一样的跟着顾泽宇冲向地下停车场。万幸的是，那些东西在追击时被路面上的汽车残骸绊倒了几只。顾泽宇和苏婉九死一生，终于抢在前面冲进了地下停车场的杂物监控室里，并死死地反锁上了那扇厚重的防火防盗门。铁门外传来疯狂的撞击声，以及指甲刮擦铁门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嘶嘶声。躲在漆黑的杂物室里，顾泽宇和苏婉背靠着门板，像2条缺氧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这里只有最纯粹的黑暗，以及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未知恐惧。外面那些是什么东西？苏婉惊恐地抱住头，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都怪沈听婉，都怪那个贱人。顾泽宇在极度的恐惧过后，爆发出了无能的狂怒。如果不是他报假警把我们弄进局子里，我们现在应该在别墅里。他一定早就知道，他是故意的。他绝口不提自己企图用煤气杀人的毒计，将所有的不幸和自己的无能全部推到了我的头上。而此刻，在距离他们几十公里外，深埋地下的堡垒里，我正坐在大屏幕前，慢条斯理地将一块肥美的龙虾肉蘸上酱料送入口中。我按下面前的触控板，调出了市区微型无人机的画面，其中一架已经精准地锁定了顾泽宇和苏婉躲藏的那个杂物室。看着他们在黑暗中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庞，我嘴角的弧度越拉越大。前世，他在基地里享受着万人敬仰，拥抱着我的嫂子，看着我在丧尸堆里为了半个发霉的馒头和人以命相搏。今生，我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空间，断了他们所有的钱财。在这个末世里，我看他们能拿什么活下去。末世爆发的第1周，江城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电力系统在第3天全面瘫痪，紧接着是自来水停工。被困在高楼里的幸存者们，在吃光了冰箱里的存货后，面临着最原始的考验：饥饿与恐惧。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的唯一法则，就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以及你敢不敢为了生存去面对那些怪物。而顾泽宇和苏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整整7天，杂物室里储备的一点点清洁工喝剩下的半桶饮用水，在第5天就被喝光了，吃的更是完全没有。原本风流倜傥的顾泽宇，此刻眼窝深陷，嘴唇因为极度脱水而干裂出血，他蜷缩在角落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一向自诩贵妇的苏婉更是惨不忍睹，她的头发打结成了枯草，衣服上沾满污垢，因为缺乏营养和水分，皮肤干瘪发黄。水，我要喝水。5岁的小宝虚弱地躺在一块烂纸板上，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他已经1天1夜没喝水了，原本胖乎乎的小脸现在凹陷下去。顾泽宇，你想想办法，你是死人吗？小宝快渴死了。苏婉疯狂地推搡着闭目装死的顾泽宇，声音里带着歇斯底里的绝望。顾泽宇猛地睁开眼睛，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扇在苏婉的脸上。你还敢命令我？我哪来的水和吃的？门外全是那种怪物，你要我去送死吗？顾泽宇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你打我？你个吃软饭的废物，居然敢打我！苏婉扑上去，
长长的指甲死死挠在顾泽宇的脸上，瞬间抓出几道血口子。两人在狭小的杂物室里滚作一团，互相撕咬，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对方。终于，极度的饥饿战胜了对门外那些东西的恐惧。第8天的中午，他们发现门外的撞击声似乎变小了，估计是被其他地方的声音吸引走了。两人决定趁机出去碰碰运气。地下停车场里光线昏暗，只有通风口的几缕光线透进来，地上满是干涸发黑的血迹和散落的汽车零件。顾泽宇在几辆车门敞开的汽车里翻找，终于在一辆越野车的后座底下，他发现了一瓶含有大半瓶水的矿泉水。以及半包被撕开、长了一点霉斑的切片面包。吃的，有吃的了！顾泽宇双眼放出狼一样的绿光，他一把抓过那瓶水，直接拧开盖子就往自己嘴里狂灌，然后抓起发霉的面包死命往嘴里塞。你给我留一口，小宝快不行了，给我啊！苏婉看到水和食物，眼珠子都红了，疯狂地扑上去抢夺。就在两人为了一口水和半块发霉面包死命拉扯时，致命的危机降临了。停在他们旁边的一辆黑色面包车里，猛地爆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一只穿着保安制服的东西撞碎了车窗玻璃，直接扑了出来。那东西满脸是血，眼睛是死灰色的，喉咙里发出兴奋的嘶吼，直接扑向了距离最近的苏婉。啊，滚开！苏婉吓得魂飞魄散，本能地松开抢食物的手，连连后退。但停车场地面满是油污，他脚下一崴，重重地摔倒。那东西的血盆大口距离他的脖子已经不到半米。泽宇，救我！救我啊！苏婉凄厉地惨叫着，伸出手向仅仅几步之外的顾泽宇求救。而顾泽宇呢，他死死抱着那瓶水和剩下的面包，看着扑向苏婉的东西，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他不仅没有上前帮忙，反而猛地转身，头也不回地朝着停车场的另一个出口发狂般逃去。你这贱货，自己去死吧，别连累老子！情人的无情抛弃让苏婉的眼底瞬间涌起极度的怨毒与绝望。面对即将咬断她喉咙的东西，她的大脑在一瞬间做出了最本能的选择。5岁的顾小宝此刻正呆呆地站在她身侧不到半米的地方，被吓得连哭声都卡在喉咙里。苏婉猛地伸出手，一把揪住顾小宝的衣领，用尽全身剩余的力气，将自己10月怀胎亲生亲养的儿子狠狠拽到了自己身前。小宝乖，妈妈不能死，你替妈妈挡一挡。一个5岁的孩子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借着这宝贵的10几秒钟，苏婉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她看都没看一眼身后的儿子，像个疯婆子一样尖叫着冲出了地下车库，消失在外面刺眼的阳光中。堡垒里，我看着屏幕上那一幕，手中昂贵的水晶杯被我下意识地捏紧。虽然我早就知道这对狗男女自私到了极点，但亲眼看到苏婉拿亲儿子挡刀，依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顾小宝啊，顾小宝！我冷冷地看着屏幕，声音在空旷的中控室里回荡。前世你为了向你这对极品父母邀功，把你亲姑姑我推下城墙去喂丧尸，这一世你落在了你亲妈手里。我放下杯子，眼神中没有丝毫的同情。顾泽宇、苏婉，失去了前世那些本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你们就像最卑微、最恶毒的爬虫。末世爆发的第3个月，江城彻底沦为了一片废土。由于食物的绝对匮乏，幸存者们开始为了半包饼干互相残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掠夺者营地。人吃人的惨剧不再是传闻，而是现实。而此时，那些通过不断进食血肉活下来的东西变得更加凶猛，速度和力量也比初期提升了数倍。他们成为了城市里最恐怖的游荡者。经过3个月的蛰伏，我的堡垒不仅运转完美，我的空间里更是塞满了足以养活上万人的物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当一辈子的地下老鼠。我需要一批绝对忠诚、拥有极高战术素养的人，去组建属于我的队伍，去保护更多需要保护的人。我走进装备室，穿上黑色的战术服，腰间别上2把手枪，后背交叉背着2把锋利的开山刀，手中提着一把精准的步枪。全副武装后，我跨上那辆如同一头黑色钢铁巨兽的改装越野车，伴随着地下车库的厚重金属门缓缓升起，秋日苍白的阳光照射在车前加焊的防撞栏上，引擎爆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我一脚油门，战车如同出膛的炮弹，碾碎了门口几只游荡的枯瘦身影，直接冲入了这座死寂的废土城市。外面的世界比监控里看还要震撼，空气中弥漫着散不去的干涸血腥味和腐臭味，随处可见长满杂草的废弃车辆和破碎的玻璃。我单手握着方向盘，熟练地在报废的车流中穿梭。经过3个月的灵泉改造和训练，我的反应速度和动态视力早已突破了正常人类的极限。就在我驶进城南的工业开发区时，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穿透了死寂的街区，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眼神一凛，末世3个月，但要比黄金还贵重，还能拥有这种成建制火力输出的，绝对不是普通的掠夺者，十有八九是军方或者特警。我猛打方向盘，将油门踩死，黑色越野车如同闪电朝
朝着枪声爆发的方向疾驰而去。转过2条长满荒草的街道，眼前工业区内一家大型制药厂门前的广场上，战况惨烈到了极点。那是一群足有上百只的变异怪物，它们正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疯狂围攻着一辆侧翻在路沟里的防暴运兵车。而在装甲车的周围，依托着车体作为掩体，只剩下5名穿着残破作战服的特警，正在进行着绝望的死守。在他们身后的车厢死角里，还护着3个紧紧抱团、吓得瑟瑟发抖的科研人员。队长，弹匣空了！一名左臂受伤的年轻特警绝望地将步枪砸在地上，从腰间拔出了匕首。被称为队长的男人身高接近1.9米，体格极其魁梧，他的防弹衣上全是惨烈的抓痕和咬痕，但他握着开山刀的手却没有一丝颤抖，眼神中透着孤狼般的凶狠与决绝。兄弟们，就算只剩刀，也必须把陈博士他们送回去。这3个硬盘里的数据是江城唯一的希望。队长怒吼一声，准备肉搏。怪物群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饥饿嘶吼，从4面8方疯狂扑了上来。这几名耗尽了弹药和体力的特警，眼看就要被彻底淹没。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不仅没有踩刹车，反而按下了加速装置，发动机爆发出撕裂空气的咆哮。黑色越野车如同天降的战神，以将近140公里的时速，裹挟着碾压一切的动能，极其狂暴地从侧翼直撞入了怪物群最密集的中心。砰砰砰，咔嚓，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密集响起，10几只强壮的身影瞬间被车头的防撞栏撞飞，黑色的血液在空中飞溅。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冲撞，硬生生在尸潮中撕开了一条血路。特警队长和队员们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辆如入无人之境的钢铁巨兽。我猛打方向盘，拉起手刹，极其精准地利用车身巨大的惯性完成了一个原地甩尾。沉重且加装了钢板的车尾再次横扫倒了一大片，最终稳稳地停在了防爆车和剩余的70-80只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没等车停稳，我一脚踹开加装了装甲的车门，借着车门的回弹力，我如同一只矫健的黑豹，端着步枪轻盈地翻身跃上了越野车宽大的车顶，居高临下，世界全开。装配了消音器的步枪发出低沉而极其规律的怒吼，在灵泉强化过的动态视力下，我采取了最精准的点射模式，枪口喷吐着暗红色的火舌，每一发子弹都以极其恐怖的精准度直接命中目标要害。黑色的血液在怪物群中接连爆开，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极其冷静地更换了3个弹匣，动作行云流水，快到让人眼花缭乱。当最后一枚弹壳落在车顶发出清脆的叮当声时，剩下的怪物无一例外全部被精准地击倒，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层层叠叠地铺满了整个制药厂门前的空地。战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我的越野车发动机还在发出低沉的怠速轰鸣。我单手拎着步枪从车顶一跃而下，战术靴稳稳地踩在满地的黑血中间。特警队长秦风握着开山刀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吞了一口混着血丝的唾沫，看着眼前这个戴着战术墨镜，浑身散发着比那些怪物还要恐怖杀气的女人，眼底满是极度的震撼。在这3个月秩序彻底崩坏、人命如草芥的废土里，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单人凭借纯粹战术射击灭掉上百只怪物的人，简直就像是一个不真实的传说。你是哪个部队的？秦风强行压抑着心中的震撼，声音沙哑地问道。我没有回答他，而是摘下战术墨镜，扫视了一圈这几个狼狈不堪的汉子。看你们这弹尽粮绝的样子，别说走回去了，下一个街口遇见那些东西，你们连拔刀的力气都没有。我开口，声音清冷而充满压迫感。秦风脸色一暗，死里逃生的喜悦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击碎。姑娘，多谢你出手相救，但我秦风就算拼了最后一口气，也得完成任务，这是我们的职责。我看着他的眼睛，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并且保护好该保护的人，才是唯一的真理。我顿了顿，声音缓了下来。你们是军人？秦风挺直了脊背。江城特警支队，我是队长秦风，这几位是我的队员。车上是陈博士和他的团队，他们手里有病毒变异的研究数据，必须送到安全的地方。我看着他满身的伤痕和依然紧握在手中的刀，心中微微一动。在这个人人自危的世界里，还有人拼了命也要保护别人，保护那些可能拯救全人类的数据。你们是好样的，我由衷地说了一句，然后指了指我的越野车。上车吧，我知道一个地方至少比外面安全。秦风警惕地看着我。什么条件？我笑了笑。条件就是我提供庇护所和物资，你们提供守护的秩序，我们共同建立一个不用在黑夜里提心吊胆的堡垒。这个交易公平吗？秦风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在判断我的话是真是假。最终他缓缓点了点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秦风这条命就交给你了。不是交给我，我纠正他，是交给我们共同的信念。我示意他们动作快点。5名特警迅速扶着那3名研究员爬上了越野车宽大的车厢。这辆改装后的巨兽承载8个人依然毫不费力，引擎再次咆哮。我们碾过满地的尸体，朝着郊区的深山矿洞驶去。一路上
秦风等人坐在车里，看着我熟练的单手驾车在废弃的城市中穿梭。车内开着舒适的冷气，车载冰箱里甚至还有冰镇的水。这种与外面地狱般世界截然不同的体验，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恍惚感。半小时后，越野车驶入了隐蔽的矿山隧道。当那3道厚重的防爆大门在他们面前轰然开启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最高级别的防御工事。秦风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了这扇门的含金量，震惊得无以复加。欢迎来到星火！我拔出车钥匙，当电梯带着他们直降地下50米，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这群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了3个月的硬汉彻底愣住了。没有霉味，没有血腥味，明亮的灯光将宽敞的地下大厅照得宛如白昼。恒温24度的干爽空气中，甚至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更让他们震撼的是大厅一侧那堆积如山、整整齐齐码放到天花板的物资，成箱的药品，堆成小山的米面粮油，一排排崭新的装备。陈博士那几个老学究看到另一侧极其先进且一尘不染的实验仪器时，甚至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老泪纵横。保住了，全人类的火种有希望保住了。我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直接带他们走向了堡垒的餐厅，去洗个热水澡。衣服已经准备好了，半小时后出来吃饭。半小时后，洗去了满身血污，换上干净作战服的秦风等人局促不安地坐在了餐厅那张巨大的餐桌前。当几块煎的滋滋作响，滴着丰沛肉汁的牛排，配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盆新鲜的番茄蛋汤端上桌时，这群铁骨铮铮的汉子竟然一个个红了眼眶。没有人体会过在啃了3个月树皮、发霉饼干勉强为生的日子后，突然看到一顿热腾腾的正常饭菜是何等直击灵魂的冲击。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事。我坐在主位上，平静地说。秦风等人再也顾不上矜持，狼吞虎咽地把脸埋进了饭碗里。那个受了伤的年轻特警一边嚼着汁水四溢的牛肉，一边无声地掉眼泪。吃饱喝足后，我带着他们参观了整个堡垒。秦风看着那巨大的监控屏幕和完备的防御设施，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面对我，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沈首领，从今天起，我们这几条枪、3条研究员的命就交给你了，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我点了点头，同样郑重地回答，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所有人。从这一天起，星火基地不再是我一个人的避难所，它是一个种子，承载着人类文明复苏的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前世那座被称为伊甸园的基地。顾泽宇的伊甸园建立在剥削与恐惧之上，他用物资控制每一个人，谁敢反抗就会被扔出城墙。他在高高的塔楼里享乐，而城墙下的普通人用一天18小时的劳动换取一口发霉的面包。那里没有希望，只有绝望中的苟且。而我要见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接下来的1个月，星火基地开始高速运转，我释放了10几架无人机，将周围街区的怪物成批成批地引诱到废弃广场上。然后我带领着全副武装的秦风小队占据制高点，进行精准打击。没有了弹药的限制，这群原本憋屈到了极点的特警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战斗力，枪声每天都在郊区回荡，成百上千的怪物被高效的击倒。遇到几百只规模的尸潮，我们就动用燃烧弹，烈火将成片的怪物烧成焦炭，刺鼻的黑烟笼罩了郊区的上空。短短1个月，我们以0伤亡的代价清空了方圆5公里内的所有威胁。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建设。秦风在一次巡逻中就回了一个叫老周的工程师，他曾经参与过城市电网的设计，在末世爆发后带着一家老小东躲西藏，老婆孩子都死在了路上。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蜷缩在一辆废弃公交车的座椅下面，眼神涣散。给他口热水，再拿点吃的，我吩咐守卫。老周捧着热水的手在发抖，眼泪掉进了杯子里。他吃完东西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能做什么？我不想再白吃白喝了。我把他带到了基地的配电室，那里有一套从矿山旧设备上拆下来的发电系统，但运转效率极低，只能勉强供应生活区的基本照明。老周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站起来的时候眼睛发亮。给我3天时间，我能把效率提高1倍。如果能从外面拆一些太阳能板回来，我们甚至可以实现全天候供电。我立刻安排了一个小队陪他外出搜寻。3天后，老周不仅修好了发电系统，还带回了几块从附近工厂拆下来的太阳能板。当生活区的灯光第一次全部亮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明亮的夜晚了。老周站在配电室门口，看着那些灯光，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转身回去继续工作。接下来加入我们的是一个叫林芳的医生，他曾经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末世爆发后一直躲在自己诊所的地下室里，靠库存的药品维持生命。秦风的小队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药品已经快用完了，但他依然在为一个发烧的孩子看病。你们有医疗条件吗？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我带他参观了堡垒里的医疗区，那里有成箱的药品、手术器械，甚至还有一台便携式 X 光机。林芳看着这些东西，眼眶红了。这些东西能救很多人的命，所以需要你来用。我说。他点点头，当天就开始整理药品清单，建立病历档案。他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在修建城墙时摔断腿的工人，林芳给他做了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慕名而来，他们不全是健康的，
有人受了伤，有人生了病，有人在逃亡中落下了残疾。林芳从不拒绝任何人，医疗区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我有时会去医疗区帮忙，给她递器械、包扎伤口。有一次，一个7、8岁的小女孩被送进来，她在逃跑时被玻璃划伤了小腿，伤口已经化脓。林芳给她清创的时候，小女孩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但眼泪止不住的流。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疼就哭出来，没关系的。小女孩摇了摇头，声音小小的。妈妈说，哭会引来怪物。我的心揪了一下，在这里不会。我说，这里很安全，你可以哭。小女孩终于忍不住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那一刻，我更加清楚地知道，我要建的不仅仅是一座堡垒，而是一个能让人重新做回人的地方。随着人员的增加，基地的运转需要更完善的规则。我召集了秦风、老周、林芳，还有几个在幸存者中威望较高的人，一起制定了星火公约。第1条，基地内禁止暴力，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都将被驱逐出城。第2条，劳动换取积分，积分兑换物资，不劳动者不得食。第3条，每一个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经过3天的隔离观察，确保没有被感染。隔离期间，基地提供基本食宿。第4条，基地设立议事会，由各行业的代表组成，负责讨论和决定基地的重大事务。第5条，任何人都有权接受教育，基地将开设学校，教授孩子们读书写字，也教授成年人实用的技能。这一条是老周提议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活下去，还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有废墟和怪物。我深以为然。第1条学校设在堡垒上层的一个大厅里，第一批学生只有10几个孩子，年龄从5岁到12岁不等。老师是一个叫陈老师的中年女人，末世前是小学语文教师，她的丈夫死在了爆发的那一夜，她独自带着女儿逃亡，在废墟中走了2个月才找到这里。陈老师，我把她带到教室门口，这些孩子交给你了。她看着那些脏兮兮但眼睛明亮的孩子，眼泪夺眶而出，但她很快擦干眼泪，走进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第1行字：天亮了。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看到了天亮。基地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第2个月，我们修建了第2道城墙，将更多的土地纳入保护范围。城墙内开始有人开荒种地，老周设计了一套简易的灌溉系统，利用收集的雨水浇灌作物。第一批种子播下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围在旁边，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秦风训练了一支30人的护卫队，每天轮班巡逻，他们不仅保护基地的安全，还负责外出搜寻物资和幸存者。每一次外出都是生死考验，但没有人退缩。我们在外面多找到一个幸存者，基地里就多一份力量。秦风这样说。我也跟着他们出去过几次。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废弃的超市里发现了一家3口，父亲用货架堵住了入口，他们靠超市里的罐头撑了2个月。当那个父亲看到我们穿着统一制服，拿着武器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把妻女护在身后。我们是星火基地的，我说，我们有安全的地方，有食物和水，你们愿意跟我们来吗？那个男人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让我心酸的话，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劳动。我说，每个人都要劳动，用劳动换取食物和住所，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但也没有人会挨饿受冻。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那一家3口现在住在基地的东区，男人在建筑队工作，女人在食堂帮忙做饭，他们的女儿在陈老师的班上读书。每次见到我，那个小女孩都会跑过来塞给我一颗糖，那是她在食堂帮忙时偷偷藏起来的，我没有拒绝过。那些糖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物资管理也是一门学问，虽然我的空间里有足够的储备，但坐吃山空从来不是长久之计。我开始鼓励大家外出搜寻物资，用积分兑换，一个能用的发电机可以换1周的口粮。同时，我们开始尝试在基地内生产。老周带人修复了附近工厂里的几台缝纫机，开始自己制作衣服和帐篷。林芳培训了几个助手，教他们基本的护理知识，甚至有人开始养鸡。在废墟里找到的几只幸存的家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每一枚鸡蛋都是宝贝。第3个月的时候，基地迎来了第一个新生，是一个叫小月亮的女孩。她的母亲在逃亡途中怀孕，在废墟里熬过了整个孕期。当林芳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从医疗区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是个女孩，林芳笑着说，母女平安。那天晚上，基地破例加餐，每个人多分了半块饼干和1碗热汤。秦风站在我身边，看着那个小小的婴儿，难得的露出了笑容。你说，等他长大了，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会比现在好？我说。他点点头，会的。会的。关于星火基地的传说，随着那些为了半块面包而四处奔波的拾荒者，渐渐传遍了整个江城的废墟。传说那里有一座高不可攀的钢铁城墙，传说那里的首领是个杀伐果断的女人，传说只要你能在那座城墙外围谋得一份工作，就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东西咬断脖子。这个传说自然也传到了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我那对好亲戚的耳朵里，而我一直在等这一天。末世第5个月，星火外城已经彻底运转起来，收留了近3000名幸存者，他们中有工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工程师，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的机会。7米高的钢铁围墙外是危机四伏的废土，
围墙内是一个虽然简陋但充满希望的社区。今天是星火基地发放物资的日子，广场上近3000名幸存者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领取1周的口粮。虽然只是简单的压缩饼干和干净的水，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感激。秦风带着守卫维持秩序，一切井井有条。我站在哨塔上俯瞰着这一切，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就在这时，耳麦里传来瞭望哨兵的声音：“首领，城北方向发现流民，但是他们身后跟着一大群丧尸，至少几百只。”我眉头一皱，按下控制面板，调出监控画面。当屏幕上出现那2个互相搀扶、狼狈不堪的身影时，我嘴角的弧度慢慢扩大。命运的收网终于来了。画面里，顾泽宇光着一只脚，脚底血肉模糊，跑得像一条野狗。苏婉更是惨烈，一条腿拖在地上，在公路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这正是引来丧尸追杀的致命原因。救命！开门！开门！救救我们！顾泽宇远远地看到了星火基地那高耸的钢铁城墙，发出凄厉的哀嚎，朝着大门死命冲刺。而在他们身后不到100米的地方，几百只闻着血腥味的丧尸正如同黑色的潮水般涌来。秦风，我冷冷地开口，打开外城第1道门，放他们进来，然后关闭大门，准备清剿尸潮。是。厚重的金刚大门缓慢地划开一条缝隙，顾泽宇和苏婉连滚带爬地摔了进来。大门在他们身后轰然合拢，将追击的丧尸挡在外面。铁门外传来疯狂的撞击声，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守卫们已经架起了机枪，开始清剿。顾泽宇趴在广场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劫后余生的狂喜写在脸上。然而下一秒，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长官，谢谢你们救了我们。顾泽宇强撑着站起来，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我是某公司的前高管，我有管理经验。我是某公司的前高管，我有管理经验，请引荐你们的首领，我保证能帮你们把这个基地管理好。秦风身边的守卫一枪托砸在他背上，顾泽宇惨叫一声，摔回地上。就凭你？秦风冷笑，我们基地不养闲人，想留下来，先干活攒积分。积分？顾泽宇愣住了。秦风简单解释了一下星火的积分制度，每劳动1天获得10个积分，1个积分可以换1顿饭，5个积分可以换1张床位。想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就要多干活。顾泽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他的认知里，他应该是基地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靠搬砖换饭吃的苦力。水，求求你给我一口水。苏婉跪在地上疯狂磕头，让我干什么都行。秦风厌恶地后退一步。就在这时，扩音器里传来我的声音：秦风，把那2个人带到城墙上来。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顾泽宇和苏婉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当他们被押上城墙，看到站在瞭望塔上的我时，2人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沈听完，顾泽宇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凸出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好久不见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我的未婚夫，我的好嫂子。苏婉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你怎么可能是这里的首领？我不假死，怎么能让你们在外面饿上4个月的肚子？我的声音很平静，我不假死，怎么能看清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顾泽宇突然像疯了一样想要扑过来，那个位置是我的，星火基地本来应该是我的。我抬起脚，一脚踹在他胸口上，他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捂着胸口哀嚎。你的？我冷笑，钱是你建立的伊甸园，用物资控制人命，用恐惧维持统治，那也叫基地？那不过是一座监狱。顾泽宇愣住了，他不知道我说的是前世的事，但他听懂了我话里的轻蔑。星火基地和你的伊甸园不一样。我转过身，看着城墙内整齐的队伍和远处升起的炊烟，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换取尊严，没有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也没有人注定被奴役。而你，顾泽宇，你永远也建不成这样的地方，因为你只想着怎么从别人身上榨取价值，而不是怎么让所有人都活得更好。我挥了挥手，查一下他们的积分。秦风翻了翻记录，首领，这2人没有积分，按照基地规定，没有积分的人不能入城，那就按规矩办。我冷冷地说，星火基地不收留不劳而获的人，给他们3天口粮，送出城去，是死是活，看他们自己的造化。沈听完，你不能这样！苏婉尖叫起来，我是你嫂子，小宝是你侄子，你不能赶我们走。嫂子，我回过头，眼神如冰。你拿自己亲儿子挡丧尸的时候，怎么没想起你是他妈妈？苏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顾泽宇还想说什么，守卫已经将他们拖了下去，3天口粮被扔在他们面前，然后那扇厚重的大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我站在城墙上，看着他们落魄的背影消失在废墟中。秦风站在我身边，沉默了一会儿。听晚，你认识他吗？认识。我说，钱是欠我的，今生都还清了。他没有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末世第6个月，星火基地迎来了第1场雪，大雪覆盖了废墟，覆盖了焦土，覆盖了所有不堪回首的过往。外城已经住进了3000多人，他们中有工程师，有医生，有教师，有工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文明。陈博士的实验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可以延缓病毒变异的药剂。
虽然还不能治愈感染者，但至少给了人们希望。秦风带领的护卫队每天都在训练，他们不仅保护基地的安全，还会定期外出，搜寻更多幸存者。我站在城墙上，看着这一切，雪落在我的肩上，凉凉的。首领，秦风走上来，递给我一杯热茶。进去吧，外面冷。我接过茶杯，笑了笑，叫我的名字就好。秦风也笑了。听完，我们一起看着城墙内升起的炊烟，看着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嬉戏，看着这座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城市。你说人类能挺过去吗？秦风问。我喝了一口热茶，看着远方。能。我说，只要还有人愿意保护彼此，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了明天而努力，人类就永远不会灭亡。雪越下越大，覆盖了一切罪恶与悲伤，但在这片白色的世界里，有灯火，有炊烟，有孩子的笑声，星火真的可以燎原。